使用了華為 Mate X7幾天時間，對於這款手機進行了充分的測試。今天的視頻呢，我會通過外觀、硬件、影像和全新的 AI 軟件交互，來和大家聊一聊 Mate X7升級在哪兒，以及這款手機是否適合你。那麼我們閒言少敘啊，先從外觀開始講起。這一次我不負眾望啊，拿到了全部5款配色。當當，首先呢，我們來說說這次2個新工藝的配色，雲錦白和雲錦藍。這2款的後蓋呢，依然是玻璃纖維材質，這是一種輕薄、耐摔耐刮，支持無線充電，但是在質感上又略弱於玻璃和陶瓷的材質，體現在光感不夠透亮，手感不夠細膩。而這一次，華為在材料加工方面進行了優化啊，致敬了元代開始就已經有的雲錦技術。如果你放大看細節，你就會發現，華為在 Mate X7的後蓋材質上加入了2個改變。第一個是增加了細密條紋，去提升摩擦力和手感，而這個條紋恰恰對應了雲錦中的那個銀線的質感和手感。第2個改變呢，則是在後蓋中增加了反光，讓錦纖材質也可以擁有布灵布灵的閃光，去對應雲錦中的銀線光感。這個改动我必須要說，確實它大幅提升了錦纖的手感啊！我第一次覺得錦纖的質感好像也不錯。至於素皮，則是 X7系列中我更喜歡的後蓋材質啊！這一次紫色回歸了，加上前代的紅色和經典的黑色，組成了素皮3劍客。素皮質感呢和前代是幾乎相同的，但是在設計細節上又有一些差別，我快速給大家过一下。首先，在鏡頭設計上 ，Mate X7它的鏡組形狀呢，從前代的外圓內方改成了更接近非凡大師那種8邊形的設計。Mate X6和 X7雖然說它們在背蓋的紅色素皮，無論是色彩還是素皮材質幾乎相同，但是在鏡頭邊緣的這個金屬以及邊框的金屬顏色上 ，Mate X6呢採用的是亮銀色。而 Mate X7採用的是香檳金色，除了紅色採用金色邊框之外，紫色、藍色、白色也都採用淡金色的邊框。其中紫金搭配是這一代我最喜歡的配搭啊，就是撲面而來的皇家配色，我會作為購買推薦的第一選擇。黑色版本獨佔了亮黑色的鏡頭模塊、亮黑色的邊框以及亮黑色的轉軸，黑也有黑的特點。厚度方面，雲錦版本呢要比素皮版本要更薄，重量上2者是幾乎相同的，已經非常接近 Mate 80 Pro Max 了。我的一個真實感受就是，當折疊屏展開的時候，雖然它的重量相同，但是手感要比直板機舒服太多了。說完外觀，我們快速進入今天視頻的第2部分硬件。首先，這一次的外屏它採用的是第2代昆仑玻璃，而典藏版呢則獨佔了第2代玄武鋼化昆仑玻璃，它的抗摔性能要比標準版增加了30%。同時，全系外屏峰值亮度提升到了3000尼特，內屏呢则是新增了一層 UTG 超薄玻璃去增加支撐。這一次呢，華為在 Mate X7的內屏上是首次使用了3層複合材質的屏幕，新增的一層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UTG 超薄玻璃。新增的超薄玻璃可以給內屏一個更好的支撐以及耐久度的提升。那在此之前，內屏支持 UTG 玻璃的華為還有另外2款產品。第一款呢就是擴折疊啊，我喜歡叫它小胖折疊 Pure X。另外一款呢則是華為折疊屏的旗艦啊，華為 Mate XT 系列的3折疊。但是需要說明，無論是 Pure X 還是 Mate XT 系列，它們的內屏只是2層，而這次 Mate X7 內屏是3層複合材料。全系內屏峰值亮度呢，從前代的1800尼特，現在提升到了這一代的2500尼特。不過，以上我提到的這個亮度都是峰值亮度啊。2款手機在強光環境下去測試全屏亮度，其中外屏部分我注意到，即使是戶外強光，在自動調節亮度設置下呢，2款手機也不會激發到最高亮度。我推測是為了防止手機過熱。在我測試的場景中，同樣亮度 ，Mate X7 外屏會更高。唯有打開內屏，同時測試一下亮度啊，內屏同時手動設置為最高亮度的情況下 ，Mate X7 全屏亮度更高。在這種情況下 ，Mate X6 在20秒後就因為機身發熱自動降低了屏幕亮度，而 Mate X7 在最高亮度下堅持了1分鐘之後自動調低了亮度。這個是折痕在熄屏下的表現。華為官方表示呢，這次折痕是進行了一些優化。我上手體驗呢，折痕還是存在的，但是日常影響應該不是很大。全新的玄武水滴鉸鏈可以讓多角度悬停，穩定性增加一些。這個角度還可以，哎，這個就合上了。那這一次在 Mate X7上，這款手機同時支持了 IP58 和 IP59級別的防水防尘，支持在1米深的水下停留30分鐘，或者用80度的热水啊去噴濺它，它依然可以有防護性能。在这裡有個小細節，就因為素皮本身是支持防水的，所以如果你從防水的性能去考慮呢，那素皮版本和雲錦版本它們2個是一樣的，大家可以自由選擇。電池增加了400毫安時，來到了5600毫安時，實測播放視頻8小時 ，X6耗電53%，X7耗電46%。那除了電池增加，這次
X7的內屏功耗下降25%，也是續航增加的一個原因。同時錄制4K 60幀視頻 ，Mate X7耗電8%左右啊，這個續航提升非常明顯。而在發熱控制上，雲錦版本也要比素皮版本更好。所以，如果你追求輕薄，追求更好的性能表現，雲錦優先。那麼，如果你追求細膩手感以及喜歡皮革紋理，素皮優先。今天視頻的第3部分，我們聊聊影像啊。影像呢，之前在上一個視頻裡 Mate 80 Pro Max 的評測中，所有的軟件新功能Mate X7都有，比如新增的5台模式页卡，然後更強的一鍵多拍，同時能夠在默認拍照模式下去保留景深信息，然後後期去實現人像模式的轉化，以及红枫色彩 2.0 的加持啊，這些我就不詳細展開重複再聊了。今天的視頻呢，我們核心測試2個升級场景，一個是典藏版獨佔的主鏡頭超高動態範圍，官方號稱啊，說是比前代提升21倍，好家伙。第二個呢，則是這一次的長焦鏡頭，從前代的4倍。這回變成了3.5倍，但是卻擁有目前華為折疊屏裡潜望長焦的最大光圈 f2.2。華為還首次表示說，這顆長焦它除了3.5倍的這個光學變焦，它還擁有一個7倍光學畫質的表現。那麼它的影像表現到底如何呢？就這種室內比较暗、室外光線特別強的場景，特別適合測試這個環節。大家看這幾張照片啊，就是戶外的強光不過曝，但是室內的暗部呢又有足夠多的細節。外加上红枫色彩 2.0， 它的表現力又很強。Mate X7 的表现確實很不錯，但是對比 Mate X6， 我也沒有覺得有提升21倍那麼誇張，對吧？這其實是因為拍照可以進行更多的後期運算，哪怕硬件弱一些，但是也能夠通過算法補充。所以，如果你日常只是拍照，那麼主鏡頭表現 Mate X6 完全夠用。那麼，華為這顆主鏡頭的高寬容度體現在哪兒呢？沒錯，就是沒有辦法大量實時運算的視頻拍攝。比如說這一段啊，大家看一下，我在室內拍攝這盞燈。在保持房間內松針的曝光相同的情況下 ，Mate X6 它拍攝的戶外和燈光都是過曝的，看見了嗎？而 X7 則把這2個細節都完美的還原出來了。再看這一段，對於燈光的表現啊，如果大家去環球影城哈利波特專區就看這個燈，你會發現 X7 它這個表現和人眼幾乎相同。而這一段夕陽漸落，你會發現 X7 它的陽光過渡更加自然，同時兩側建築物也還原得更準。那麼有人可能要問了，這麼看的話 ，Mate X7 它拍攝視頻是不是就是單純的壓低曝光啊？我們把鏡頭轉向暗光場景啊，大家注意這一段，你會發現在遠處燈籠曝光控制更好的前提下，遠處的樹木和觀眾的細節反而更多了，對不對？曝光好像更高了。你去看一下 Mate X6 它拍攝的天棚細節幾乎沒有了，而 X7 還原出了更多天棚的細節。同樣的，在我測試的大部分複雜暗光場景中 ，Mate X7 都能夠實現該暗的暗，該亮的亮。或者我更準確的說啊 ，Mate X7 它的拍攝更接近我人眼的觀感。而對於長焦鏡頭，經過實測，在望遠場景中 ，Mate X7 的3.5倍鏡頭基本上可以和 X6 的4倍鏡頭提供接近的望遠細節。當我變焦到7倍，畫質呢是有提升，但是感覺如果說是7倍光學畫質呢，還是要差一些的。現在大家看到的左邊是 Mate X6 望遠的細節，中間呢是 Mate X7 使用3.5倍變焦之後放大的細節，右邊呢是 Mate X7 使用7倍變焦之後放大的細節。在暗光场景中 ，X7 的長焦鏡頭沒有主鏡頭差別那麼大，但是綜合穩定性上要比 X6 更好，主要體現在細節畫質和曝光控制上。另外，我必須要說啊，在暗光场景中，特別是那種缺少明顯白色參照物的場景當中，這一次 Mate X7 它的顏色準確性提升巨大。右邊 Mate X7 它那個黃色就跟我現場看到的眼睛的顏色是一模一樣的，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準。目前華為 Mate X7 影像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啊，我自己一個最深的感受就是穩定性不夠強。絕大多數場景都表現很好，但是個別場景就會出現跑偏。比如說有一些场景 Mate X6 我肉眼看啊就要比 Mate X7 更準，這些問題我估計可能只能等到正式發售之後那個固件更新再來解決了。好了，那今天視頻的最後一部分，我們來聊一聊 AI， 聊一聊小艺在這一代 Mate X7 以及鸿蒙最新的鸿蒙6上有哪些表現。第一個就是面對折疊屏，這次華為給它加上了一個折疊屏專屬的 AI 交互界面。比如說我現在呢點開了一個百度百科的信息，然後裡邊有一些學術詞彙我不認識，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它向左向上滑，然後點擊小艺暴龍超科，這是什麼意思？我直接選擇這個文字複製，哎，
你看到了嗎？大家比如日常的时候想看一些论文啊，想看一些文献啊，左邊有一些不認識的概念、不懂的名詞，這個時候你只需要複製，右邊就會自動出現。除了對於詞彙的解釋，比如說啊，我現在選擇小紅書，然後我選擇一個旅行攻略，這個時候我同樣可以向上滑動，在野三坡複製之後呢，它就會出現導航、記地址和加入知識庫。比如說我選導航，它就會自動的跳轉到地圖，然後讓你來進行導航規劃，就相當於你左邊呢是你原本在做的工作，而右邊是一個你隨時隨地可以變換成各種形態的小助手。比如說我現在在閱讀一篇英文的文章，然後這個時候我有不認的詞了，我同樣可以點開小藝，就可以選擇這一段文字，然後選擇複製，它就會出現在右邊。我點擊翻譯，哎，看到了嗎？而且它这個還有一個特別好玩的功能是什麼呢？就是如果我選擇分屏聯動啊，左邊這個屏幕它進入了一個待命狀態，選擇這個詞，我就要點一下就行。它不光是解釋 eventually 這個是什麼意思，它還會結合上下文。翠華樓經歷了數十年的經營，最終逐漸走向衰落的這樣一個過程，它會聯繫上下文來給你進行答案的推出。這是這次要給大家講的 AI 的第一個小功能。那麼第二個功能呢，叫小藝幫幫忙。首先在這裡跟大家說明啊，我今天在這裡演示的所有的功能，我都沒有提前的去，比如說培訓小藝呀，或者說鍛鍊小藝呀，或者說給他一個模板讓他一步一步學習，都沒有，完全是自然語言交互。假設你中午去買完飯回到工位，然後這個時候呢，你的飯已經到了，你一邊拆飯，然後你想看一個你之前沒看完的視頻，這時候你只需要跟他說，打開小藝幫幫忙，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嗎？打開優酷，播放我上一個沒看完的視頻。看到了嗎？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的手是完全沒有碰到這個界面的，這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场景。我來一個複雜的考驗它一下，使用麥當勞 app 幫我點一個外賣，要一個雙層吉士漢堡，要一對麥辣雞翅，要一份薯條，要一杯可樂，然後可樂要無冰的。大家注意一下它的操作啊，首先它先把開屏廣告跳過了，然後選擇了麥樂送。這裡注意，我的輸入語言是要外賣，小藝理解了我的話，然後選擇了麥樂送。這裡有一個理解轉換啊，然後在這裡因為有不同的薯條，所以它語音問我薯條選哪種？那個普通薯條還是脆脆薯條？普通薯條要中薯，然後他幫我選擇了普通的中薯。接下來輸入吉士漢堡，然後我要的是雙層，大家還記得吧？所以他理解了這層含義，把雙吉加入了购物車。然後他搜索了麥辣雞翅，問我要單點還是要套餐，我說要單點。然後他搜索可樂，請選擇可口可樂還是無糖可口可樂？無糖可口可樂。我最開始說要去冰，所以他自己呢幫我選擇了去冰，然後加入了購物車，進入結算。這個時候如果我選擇結算，就直接下單了。所以大家想一下，比如說你開車回家，還有半小時到家了，你想先下單外賣，到家剛好能吃上，但是呢，因為你在開車，如果拿起手機下单就很不安全，這時候就可以通過語音指令實現點餐，整個過程非常順利。除了能點餐，比如說我們要買個機票，對吧？就完全把這個小藝當成一個你的個人小秘書，打開國航 APP， 然後幫我查一下後天從北京飛深圳下午有哪些航班，然後大家看。小藝呢，首先打開了國航 app， 選擇機票預訂，選擇出發和到達城市，然後在這裡我說的是後天飛，所以小藝呢它是有一個日期轉換的，選擇了後天的12月2號，然後根據我所說的下午的航班進行了時間篩選，最後給了我3個航班備選。北京到深圳有3班航班，12點至15點半，13點至16點25分，13點20分至16點50分，票價670至930元。使用12306應用幫我訂一張大後天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車票，我想選一個下午2點左右出發的火車，要動車，要高鐵，然後座位呢幫我選擇一個靠過道的。在通過12306訂火車票的指令當中呢，小藝同樣非常順暢的完成了幾乎所有的任務。但是在這裡啊，最後出現了一個小瑕疵，就是在選座的時候，小藝發現 App 上面有一個過道的標誌啊，他以為這是一個按鈕，就點了一下過道這2個字，但實際上應該點選2個字旁邊的座椅小標識。所以說呢，差一點點吧，得到一個滿分答案。但是大家想一下，這個功能不光是折疊屏有啊，所有華為手機都支持。那麼，如果對於訂票不那麼熟悉的長輩，或者說特別繁忙沒有時間去操作手機的這些打工族，又或者說是肢體障礙用戶，是不是就能夠享受到很大的便利？小藝還可以幫你打開抖音，去搜索你最喜歡的作者，看看他最近有沒有更新；還可以打開喜馬拉雅播客，直接搜索你喜歡的頻道。在搜索播客這裡有個小細節，就是一開始啊，我給的指令是搜索魯豫的言中
中花束，按照这個關鍵字他沒有搜到，然後他自己刪掉了搜索欄的文字，重新輸入岩中花束，這次就找到了，是不是真的很像一個人在操作？我再次強調，我今天演示的所有 App 都沒有經過我自己單獨的訓練、單獨的教學，都是通過我的自然語言來實現的操作，就好像有一個真人幫你在點選一樣。這是今天我要給大家講的第二個 AI 功能。那麼最後我想給大家講的一個 AI 功能呢，是這一次華為把它的 AI 能力啊帶到了閱讀讀書體驗。我們來現在看一下華為閱讀，在這個華為閱讀書商城裡呢，已經有一個專門的 AI 動態圖書了。這個應該是華為選擇了一批書，然後先投放在了 AI 模型裡進行訓練生成的。目前呢還沒有覆蓋到全部的書籍。那麼這個動態圖書到底長什麼樣子呢？給大家看一下這本書啊，正常的閱讀，對不对？然後大家看，這是一張圖片，你看到了嗎？華為把它的 AI 能力啊，讓這張圖片變成了一個動圖。我們繼續往下翻，哎，看到了嗎？這個生成的效果怎麼樣？大家覺得怎麼樣？我覺得 AI 能力特別好的一點，就是因為像這些書籍啊，比如說這些動物，它都是有常規的運動形式的，所以一旦 AI 識別出這是一隻小海龜，就可以把它的動作很好的還原出來。我們再往下翻，一個鯨魚，看到嗎？然後這個海邊就有人，比如這個，大家看到了嗎？這個華為的工作人員第一次跟我說這個功能啊，他們說這個功能有點像你在看《哈利波特》裡邊世界裡那個魔法書，就每個人會動。但我自己的一個看完一個感受，我覺得不是魔法書，它有點像把這個一本書、一本雜誌變成了一個視頻的紀錄片。真的，你看這張圖，看到這個圖了嗎？這個獅子跑過的時候，這個海鳥飛起，這個感覺特別的好。你看這個圖，這獅子。這是在吃鳥的屍體，後邊這個海浪拍打，因為這個自然界這些東西啊，它都已經形成一個很有規律的這樣一個效果了，所以這個實現的效果特別好。你看這個裸海蝶，我跟大家說啊，就如果這本書它只是一個紙質書籍，它不是一個動圖，我可能這輩子我都不知道裸海蝶這樣一個圖它是怎樣運動的。但是華為通過 AI 就把這個裸海蝶的運動給還原出來了。這個小魚它在這個圖片裡邊，它是有這個魚的反光的，能看到嗎？這是一個蛇，然後悄悄的往水裡在爬，這個感覺是不是很好？看這個鯨魚起來了，就這個場景，我看都是他们去旅行的時候，那一出水面的時候，大家都特激動去拍。而現在只要有一張照片，就可以完美的幫你還原出那個瞬間。然後這個呢是動物類書，我再給大家看一下，比如說這本啊，這是梵高手稿，你以為所有圖都只是動起來，其實不是的。比如說這張圖，它這個並不是把这張畫，並不是把這個椅子動起來了，它是通過一個全新的 AI 光影，好像有一束陽光照進了這個房間，而且最有趣的是，照進這個房間的效果是跟梵高繪畫的這種效果是幾乎匹配的。比如這張，哎，梵高畫作裡的小人在這裡邊走動，哎。這個有一點像哈利波特的魔法書了，對不對？這是一張黑白的手稿，然後這邊有個風車，大家注意，這個一個小手稿啊，一個1877年的小手稿，其中那個風車開始旋轉了。我覺得這個它超過了剛才我們那本書裡的那種真實世界的觀感，它是在一個藝術世界裡有自己的 AI 理解，真的太好玩了。就是好像讓我重新愛上了讀書。比如說這张，這個功能我覺得最棒的一點就是它不需要你人為的去裡邊人一個一個加工，它都是使用 AI。這 AI 一旦匹配上了一些細節，就會讓這個圖片運動起來。大家拿到手之後，我覺得都可以試試這個功能，真的會讓大家重新愛上閱讀的。總結，華為 Mate X7 這一代啊，雖然說外觀看上去好像只是換了個鏡頭設計，但實際測試你會發現，包括屏幕、鉸鏈啊、防水、厚度、重量、性能、續航、影像，幾乎全部升級了。其實這次在硬件之外啊，讓我覺得最有趣的其實是軟件。特別是小易幫忙這個功能，這種不需要教學、不需要模板啊，不是再來一單那種簡單的複製粘貼的智能助手，應該才是未來系統層級 AI 的一個大趨勢。雖然目前它的速度啊還不夠快，但是你仔細想一想，這不就是一個真正的智能助手嗎？一個可以理解用戶語言，又同時可以理解 App 的界面，這樣的一個真正 AI 助手，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充滿了想象空間。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希望能夠給打算購買 Mate X7 的用戶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